在美国纽约的一家咖啡馆里，年轻的奥普拉·温弗瑞正在为一次重要的电视节目面试做准备。那是1970年代末，他刚刚从田纳西州立大学毕业，怀揣着成为一名电视主播的梦想。面试官看着这位黑人女性，语气中带着轻蔑：“你知道吗？你的声音太有特点了，你的长相也不适合上镜头，也许你应该考虑其他职业。”面对这样的评价，许多人可能会选择妥协，调整自己以迎合对方的期望。但奥普拉没有，他平静地看着面试官，说道：“谢谢您的建议，但我相信我的声音和外表正是我的优势，而不是劣势。我不会改变它们，因为这就是真实的我。”面试官显然没料到这样的回应，他愣了一下，随后结束了面试。奥普拉没有得到那份工作，但他坚持自己的原则，拒绝贬低自己的价值。几个月后，他在另一家电视台获得了机会，开始了他传奇的媒体生涯。多年后，当奥普拉成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媒体人之一时，他在一次演讲中回忆起这段经历：“那是我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课，学会说不，不是对机会说不，而是对那些要求你牺牲自我价值的条件说不。”奥普拉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简单却深刻的道理：自尊与边界感是成功的基石。当你明确自己的价值，不随意降低自己的身价，世界反而会给你更多尊重。这种不廉价的态度，不仅是职场的智慧，更是人生的哲学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有多少人因为害怕拒绝，渴望讨好而不断降低自己的标准？有多少人因为无原则的付出而最终被人轻视？正如心理学家布伦尼·布朗所言，当我们不设立清晰的边界，我们会对他人产生怨恨和愤怒，最终伤害的是自己。让我们深入探讨，为什么不做廉价的人是现代社会中每个人都应该掌握的生存智慧。无底线的付出是慷慨还是自我贬值？在好莱坞，有一个关于汤姆·汉克斯的故事广为流传。这位奥斯卡影帝以其亲和力和专业态度闻名于世。有一次，一位新导演邀请他参演一部低成本电影，并表示：“我们预算有限，希望您能考虑降低片酬。”汉克斯微笑着回答：“我理解你们的困难，但我的表演价值不会因为预算而改变。如果你们真的想要我参与这个项目，我建议重新考虑如何调整资金分配，而不是要求我降低自己的价值。”这个回答乍听之下可能显得有些强硬，但汉克斯接着说：“我可以帮你们联系一些同样优秀但正需要机会的演员，他们可能更适合你们的预算。”最终，这位导演不仅对汉克斯的专业态度肃然起敬，还通过他的推荐找到了合适的演员。汉克斯的故事告诉我们，拒绝并不意味着不友善，而是一种对自我价值的尊重和对他人的诚实。正如作家格雷格·麦基翁所说，你的时间和才华是有限的资源，如何分配它们决定了你的人生价值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常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请求和期望：朋友请你帮忙，同事需要你加班，家人希望你牺牲个人时间。面对这些要求，许多人选择无条件答应，认为这样才能赢得他人的喜爱和尊重。然而，心理学研究表明，过度的付出不仅不会带来相应的回报，反而会降低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价值。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公式叫100减1等于0，意思是你对别人好100次，他也许记不住，但只要有一次不满足，就会抹杀之前所有付出。这个公式虽然残酷，却道出了人性的弱点。我们往往对善意习以为常，却对拒绝记忆深刻。想想看，当你总是无条件地满足他人的要求，对方会如何看待你的时间和付出？他们会认为这是珍贵的礼物，还是理所当然的义务？美国心理学家亚当·格兰特在《给予》一书中指出，最成功的给予者不是那些无差别付出的人，而是那些战略性给予的人。他们知道何时给予，
何时保留以及如何设定界限。法国作家安德烈·纪德曾说过一句发人深省的话：爱一个人，不是把自己完全交给对方，而是保留自己的完整性，然后与对方分享。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我们的社交关系。真正的慷慨不是无底线的付出，而是在尊重自我的前提下有选择的给予。当你学会说不，世界会给你更多事。在硅谷的科技圈里，有一个关于史蒂夫·乔布斯的著名轶事。苹果公司重组后，乔布斯回归担任 CEO。 面对公司庞杂的产品线，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砍掉 70% 的产品，只专注于少数几个核心项目。当时许多人质疑这个决定，认为减少产品线会导致市场份额下降。但乔布斯坚定地说，专注不仅仅是说是给你想做的事情，更重要的是说不给上百个同样好的想法。这个决定最终证明是正确的。通过拒绝分散注意力，苹果能够将全部资源投入到 iPod、iPhone 等革命性产品的开发中，最终重新定义了整个科技行业。乔布斯的故事告诉我们，拒绝不是封闭可能性，而是为更重要的事情腾出空间。正如作家格雷格·麦基翁在《精要主义》中所言，如果你不优先考虑自己的生活，别人就会替你做决定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学会说不同样重要。每当我们对不合理的要求说不，我们实际上是在对自己的时间、精力和价值说是。这不是自私，而是自我保护的必要手段。心理学家亨利·克劳德在《界限》一书中写道，界限不是用来控制他人的，而是用来保护和照顾自己的。当你设定健康的界限时，你不仅尊重了自己，也给了他人尊重你的机会。有一个关于沃伦·巴菲特的故事很能说明这一点。有一次，一位年轻的投资者请求与巴菲特共进晚餐，并表示愿意捐出一大笔钱给慈善机构作为交换。巴菲特婉拒了这个请求，但他解释道，我最宝贵的资源不是金钱，而是时间。如果我把时间分给每一个想见我的人，我就没有时间做真正重要的事情了。这个回答乍听之下可能显得冷漠，但巴菲特接着提出了另一种方式。他邀请这位年轻人参加伯克希尔·哈撒韦的年度股东大会，在那里他可以提问并得到回答。通过这种方式，巴菲特既保护了自己的时间边界，又提供了一个合理的替代方案。学会说不并不意味着要变得冷漠无情，而是要在善良和自我保护之间找到平衡。正如心理学家布伦伊·布朗所说，最慷慨的人也有最清晰的界限。自尊的力量，当你不廉价，世界会重新定价。在好莱坞的星光大道上，梅丽尔·斯特里普的名字闪耀着独特的光芒。作为影史上获得奥斯卡提名最多的演员，他不仅以精湛的演技著称，更以其坚定的原则和自尊赢得了业界的尊敬。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，斯特里普曾面临一次令人不快的试镜经历。一位著名制片人在评价他的表演后，突然对他的外表做出了不恰当的评论。面对这种冒犯，斯特里普没有忍气吞声，而是直视对方的眼睛，平静但坚定地说，我的表演才华是我来这里的原因，而不是我的外表。如果你无法专注于我的专业能力，那么这可能不是我想要参与的项目。说完，他拿起包准备离开。那位制片人显然没料到会得到这样的回应，连忙道歉并表示希望他能留下来继续讨论角色。最终，斯特里普不仅获得了那个角色，还赢得了制片人的尊重。后来他们合作了多部成功的电影。斯特里普的故事告诉我们，自尊不是傲慢，而是对自己价值的清醒认识和坚定维护。正如心理学家纳萨尼尔·布兰登所说，自尊是对自己能力的信任和对自己价值的肯定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自尊同样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。当我们对自己的价值有清晰认识时，
我们就不会轻易被他人的评价所动摇，也不会为了获取认可而降低自己的标准。经济学家凡伯伦曾经做过一个实验，他将一种高品质的巧克力定价为$1，将普通巧克力定为$1。出乎意料的是，大家都去买$1的贵巧克力。这个现象后来被称为凡伯伦效应，它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心理真相：人们往往根据价格来判断价值。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人际关系。当你把自己定位为廉价的人，总是迎合他人，从不设立界限，别人自然会按照这个价格对待你。相反，当你展现出自尊和原则，别人反而会重新评估你的价值。法国哲学家萨特曾说，我们不是由我们所遭遇的事情定义的，而是由我们如何回应这些事情定义的。当我们面对不尊重或不合理的要求时，我们的回应方式决定了我们在他人心目中的形象和价值。从讨好到自信，重新定义你的人际关系。在英国皇室的历史上，戴安娜王妃的故事既传奇又令人心碎。作为人民的公主，她以亲和力和慈善工作赢得了全球的爱戴。然而，在她的私人生活中，戴安娜曾长期挣扎于讨好型人格带来的痛苦。在与查尔斯王子的婚姻中，戴安娜不断调整自己以迎合王室的期望，甚至忽视了自己的感受和需求。她后来在接受 BBC 采访时坦言，我总是把别人放在第一位，而把自己放在最后。我从不认为自己有价值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戴安娜开始意识到自我牺牲并不能换来真正的尊重和爱。在她生命的后期，她逐渐找回了自己的声音和力量。她开始为自己设立界限，拒绝被王室的传统规则所束缚，勇敢地追求自己认为重要的事业和关系。戴安娜的转变震惊了世界，也赢得了更多人的尊重。她不再是那个只知道讨好他人的害羞王妃，而成为了一个有原则、有主见的独立女性。正如她自己所说，我不按照规则行事，我跟随内心。戴安娜的故事告诉我们，从讨好到自信的转变，虽然充满挑战，却是通往真正自由和尊严的必经之路。正如心理学家玛丽安·威廉姆森所言，我们最深的恐惧不是我们不够好，而是我们强大的超乎想象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许多人同样陷入讨好型人格的困境。他们害怕拒绝，害怕冲突，害怕失去他人的认可。这种心态往往源于童年时期的经历或者社会文化的影响。尤其在东方文化中，和为贵、忍让为先的理念深入人心，使得许多人习惯性地压抑自己的需求，迎合他人的期望。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·阿德勒曾说，所有的问题都是人际关系的问题，而讨好型人格恰恰是人际关系中最常见的问题之一。它不仅损害自尊，还会导致焦虑、抑郁和人际关系的失衡。自尊的力量，当你不廉价，世界会重新定价。在美国历史上，有一个关于罗莎·帕克斯的著名故事。1955年12月1日，这位普通的黑人女裁缝在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一辆公共汽车上，拒绝按照当时的种族隔离法律让座给一位白人男子。她的这一简单却勇敢的行为，成为了美国民权运动的重要转折点。当警察问他为什么不遵守规定时，帕克斯平静地回答：因为我累了，不仅仅是身体上的疲惫，更是对不公正待遇的厌倦。这句话道出了自尊的本质，它不是傲慢，而是对自己作为人的基本尊严的坚守。帕克斯因此被逮捕，但他的行为引发了长达381天的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运动，最终导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公交车种族隔离违宪。他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当一个人坚守自己的尊严，不再廉价地出让自己的权利时，不仅能改变自己的命运，甚至能改变历史的进程。自尊是人类最基本也最珍贵的心理需求之一。心理学家亚伯拉罕·马斯洛在他的需求层次理论中
将尊重需求，包括自尊和来自他人的尊重，置于仅次于生理、安全和爱归属需求之后，认为它是人类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基础。然而，在现实生活中，许多人却习惯性地贬低自己的价值，轻易地放弃自己的尊严。他们可能出于各种原因，害怕孤独，渴望认可，避免冲突，而选择做一个廉价的人。殊不知，这种行为不仅无法赢得真正的尊重，反而会让自己陷入一个恶性循环：越是廉价，越不被珍视；越不被珍视，越感到自卑；越自卑，就越倾向于用更廉价的方式来获取认可。法国哲学家让·保罗·萨特曾说：人是自己选择的总和，当你选择尊重自己，坚守自己的原则和界限时，你实际上是在向世界宣告：我有价值，我值得尊重。这种内在的确信会自然而然地反映在你的言行举止中，进而影响他人对你的看法和态度。内在的力量，从自我怀疑到自我肯定。在美国纽约的一家顶级时装公司，有一位名叫艾米丽的设计师，她的才华无人质疑，但她却常常被自我怀疑所困扰。每次开会，她都会犹豫是否该发表自己的想法；每次完成一个设计，她都会反复修改，担心不够好。有一次，公司要为一个重要客户设计新系列，艾米丽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创意，但立即被资深设计师否定。面对批评，他没有坚持自己的想法，而是迅速道歉并表示会按照对方的建议修改。会后，公司的创意总监找到他，说了一番令他震惊的话：艾米丽，你知道吗？你最大的问题不是才华不够，而是你不相信自己的价值。你总是太容易放弃自己的想法，太急于迎合他人的期望。但真正的创意来自于坚持自己独特的视角，即使它可能不被所有人理解。这番话如同一记当头棒喝，让艾米丽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模式。她意识到，自己之所以总是迎合他人，是因为内心深处缺乏自信，害怕被拒绝，害怕不被认可。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，艾米丽开始有意识地改变自己，她开始更多地相信自己的判断，不再轻易放弃自己的创意。当她的想法被质疑时，她学会了坚定但不固执地表达自己的理由，而不是立即妥协。慢慢的，她的设计开始展现出更多的个性和创新，也赢得了更多的认可。半年后，她主导的一个系列成为公司的畅销款，甚至吸引了时尚杂志的关注。艾米丽的故事告诉我们，真正的自信不是来自外界的肯定，而是源于内心的自我肯定。当你开始相信自己的价值，不再廉价地出售自己的才华和时间，世界也会重新评估你的价值。心理学家卡尔·罗杰斯在其人本主义心理学理论中提出，每个人都有一种内在的自我实现倾向，一种朝着成长、发展和自我完善方向前进的天然动力。然而，这种倾向常常被我们从小接受的条件性价值观所扭曲。我们被教导，只有在满足某些外部标准，如取悦他人、获得成就时，才是有价值的。这种条件性价值观导致了我们的自我怀疑和过度迎合。我们不断寻求外界的认可，以证明自己的价值。但这种方式注定是徒劳的，因为外界的认可永远是不稳定和不可控的。当你开始接纳真实的自己，不再为了迎合他人而扭曲自己时，你会发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和力量。这种内在的力量，比任何外在的认可都更加持久和稳定。从被动到主动，掌控自己的人生。在英国伦敦的一家知名咨询公司，有一位叫做詹姆斯的分析师，他工作勤恳，专业能力出众，但总是觉得自己的职业生涯被他人掌控。每次项目分配，他都是被动接受；每次加班要求，他都不敢拒绝；每次年终评估，他都忐忑不安，生怕得不到好评。这种被动的状态让詹姆斯感到疲惫和焦虑。
尽管他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，但他并不觉得自己在真正的前进。他的工作似乎只是在满足他人的期望，而不是实现自己的目标。转机出现在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公司安排詹姆斯参加一个领导力培训课程，课程的核心理念是主人翁意识，把自己视为生活的主人，而不是被动的接受者。培训师说了一句话，深深地触动了詹姆斯：你的人生是你自己的创作，而不是他人的附属品。如果你总是让别人来决定你的价值和方向，那么你永远不会真正地活出自己。这句话如同一盏明灯，照亮了詹姆斯内心的迷茫。他开始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，意识到自己一直在用讨好他人的方式来获取安全感，却忽略了自己真正的需求和目标。从那以后，詹姆斯开始有意识地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。他不再盲目接受所有的工作任务，而是根据自己的职业规划和兴趣来选择项目。他开始主动提出自己的想法和建议，而不是等待他人的指示。他甚至有勇气拒绝了一个看似有前途但与自己价值观不符的项目。这种转变并非一帆风顺。一开始，詹姆斯的上司和同事对他的变化感到惊讶，甚至有些不适应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们开始尊重詹姆斯的边界和选择。更重要的是，詹姆斯自己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力量。他不再是被动地适应环境，而是主动地塑造自己的职业生涯。2年后，詹姆斯不仅获得了晋升，还被公司派往新加坡开拓市场，这正是他一直向往的国际化工作经历。回顾这段旅程，詹姆斯感慨道：最大的改变不是外在的成就，而是内在的转变，从被动的接受者变成了主动的创造者。詹姆斯的故事告诉我们，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变，是一个人真正掌控自己人生的关键。当你不再让他人决定你的价值和方向，当你开始为自己的选择负责，你就从一个生活的旁观者变成了主角。心理学家维克多·弗兰克尔在其著作《活出生命的意义》中写道，在任何境遇中，人都有选择自己态度的自由，即使在最困难的环境中，我们仍然可以选择如何回应，如何定义自己的价值，如何赋予生活意义。美国前总统罗斯福曾说，我们的命运不在于星辰，而在于我们自己。当你开始相信自己有能力塑造自己的人生，当你开始为自己的选择负责，你就从一个被动的接受者变成了主动的创造者。这种转变不仅能让你更好地应对生活的挑战，还能让你体验到真正的自由和力量。做一个不廉价的人，从今天开始。在日本东京的一家传统茶馆里，有一位年过70的茶道大师铃木先生。他的茶道技艺精湛，但更令人敬佩的是他对自己价值的清晰认知和坚守。有一次，一位富商慕名而来，希望铃木先生为他的商业宴会表演茶道。富商开出了丰厚的报酬，但要求铃木先生在喧闹的环境中以快速的方式展示茶道，以便宾客能够在短时间内欣赏到日本文化的精髓。铃木先生婉拒了这个请求，他解释道，茶道的精髓在于一期一会，珍视每一次相遇，专注于当下的体验。在喧闹的环境中匆忙展示，不仅无法传达茶道的真谛，反而会误导人们对这一古老艺术的理解。富商有些不悦，提高了报酬，但铃木先生依然坚持自己的立场。他说，茶道对我来说不仅是一种技艺，更是一种生活哲学，我不能为了金钱而背离它的本质。最终，富商被铃木先生的坚持所打动，他改变了计划，邀请铃木先生在一个安静的环境中，为少数真正感兴趣的宾客展示传统茶道。这次体验不仅让富商和他的客人深受启发，也让他们对日本文化有了更深刻的理解。后来，富商成为了铃木先生的忠实支持者，甚至资助了一所茶道学校的建立。铃木先生的故事告诉我们，
当你坚守自己的价值和原则，不为短期利益所动摇时，你不仅保全了自己的尊严，还可能赢得更多的尊重和机会。正如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所言，不要为了迎合他人而扭曲自己，这世上总有人会欣赏真实的你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也常常面临类似的选择，是坚持自己的原则和价值，还是为了眼前的利益而妥协？是做一个有边界、有原则的人，还是做一个随波逐流、人云亦云的人？心理学家亚当·格兰特在《给予》一书中指出，最成功的人往往是那些有原则的给予者，他们乐于帮助他人，但同时也有清晰的界限和原则。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说是，什么时候该说不，知道如何在善良和自我保护之间找到平衡，做一个像仙人掌一样的人。回到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个比喻，犹太人喜欢用萨博拉斯仙人掌来形容理想的人格，内心柔软，外表带刺。这个比喻深刻地揭示了一个平衡的人格应该是什么样子，既有保护自己的能力，又不失内心的温暖和善良。仙人掌生长在恶劣的环境中，它不像娇艳的花朵那样需要精心呵护，也不像参天大树那样需要肥沃的土壤。它靠自己的坚韧和适应力生存下来，在干旱的沙漠中依然能够绽放美丽的花朵。它的刺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伤害，而它的内部却储存着宝贵的水分，在危急时刻可以救人一命。这不正是我们应该追求的人格吗？坚韧但不冷酷，有原则但不固执，善良但不软弱，慷慨但有边界。在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里，我们需要像仙人掌一样，既能适应环境的变化，又能保持自己的本质，既能保护自己不受伤害，又能在适当的时候展现内心的温暖和善良。记住，你的善良不应该成为别人利用你的借口，你的慷慨不应该成为别人理所当然的期待，你的忍让不应该成为别人肆意妄为的理由。真正的善良和慷慨应该是有选择性的，有边界的，有原则的。最后，让我们用一句古老的犹太谚语来结束今天的分享：如果我不为自己着想，谁为我着想？如果我只为自己着想，我是谁？如果不是现在，那是何时？愿每一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平衡点，做一个不廉价的自己，活出真实而有尊严的人生。我是高维认知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还不错，请一定要关注我们的频道，让我们一起每天提升自己的认知水平。